半夜2、3点，你有没有被自己的手麻醒过？整只手像被几百根针同时扎，又像戴了一层厚厚的手套，摸什么都隔一层。你坐起来甩一甩，心里却凉了半截。该不会是中风的前兆吧？先别急着吓自己。神经科医师在门诊最常被问的一句话就是：医师，我手麻，是不是要中风了？答案可能让你意外，大部分的手麻跟中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医界估计，因为手麻走进诊间的人，真正跟中风有关的是少数中的少数。但是，请注意这个但是，在所有手麻的类型里面，确实藏着一种它是大脑发出的最后通牒。它跟其他手麻长得很像，很多人因此掉以轻心，想说睡一觉就好，结果拖过了黄金3小时，人生从此变成2个样子。一边是打通血管，自己走着出院，另一边是躺着进去，坐着轮椅出来，后半辈子连拿筷子都要重新学。差别在哪里？就差在你会不会分辨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帮你把神经科医师的判断逻辑整理成一张5种手麻对照表。麻在哪几根手指？单侧还是双侧？甩一甩会不会好？有没有伴随其他症状？每一种手麻背后都是不同的部位在跟你说话。有的只是姿势不良，有的是手腕在抗议，有的是脖子在求救，有的是血糖正在悄悄腐蚀你的神经。而最危险的那一种，我把它排在对照表的第3种，它的真面目还有那个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口诀，我会留到影片后段完整揭晓。50岁以上的朋友，拜托你一定看到最后，因为哪一天半夜手麻醒来，这张表能帮你判断现在是该翻身睡回去，还是该立刻放下所有的事情，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我们开始。要看懂手麻，你得先认识手上的3条电线。你可以把神经想象成台电的线路，大脑是发电厂，电线从脖子出发，经过肩膀、手肘、手腕，一路送电到指尖。哪一段电线被压到、被腐蚀，或是发电厂本身出事，手就会用麻来跟你抗议。第一条叫正中神经，它从手腕正中间一条叫腕隧道的通道钻过去，负责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还有无名指靠大拇指的那半边。第二条叫尺神经，它绕过手肘内侧，就是你撞到手肘会整只手发麻的那个点。台语说的麻筋差不多就在那里。它负责小指还有无名指的另外半边。另外还有一条桡神经，走在手臂外侧，管的是手背的感觉跟手腕上抬的力气。第3条路更上游，是从颈椎钻出来的神经根，脖子的骨头一节一节，中间有小孔让神经穿出来。这些孔如果被骨刺或突出的椎间盘堵住，麻的感觉就会从脖子、肩膀像电流一样一路放射到手指。请把这张地图记在心里，等一下的对照表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。麻在哪几根手指，几乎就等于告诉你问题出在哪一段电线。那如果不是电线被压到，而是发电厂，也就是大脑本身出事呢？那就是我们留到后面讲的那一种。先从最常见的说起。对照表第1种，腕隧道症候群，江湖人称滑鼠手，也是手麻门诊的第1名常客。它的特征非常好认，麻的是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这3根半，小指几乎没事。而且它特别喜欢在半夜发作，很多人就是睡到一半被麻醒，甩一甩手，过几分钟又能睡着。为什么偏偏是半夜？因为睡觉的时候，手腕常常不自觉弯着压在身体下面，腕隧道这条通道本来就窄，一弯里面的压力马上飙高，正中神经就被压扁了。白天呢，骑机车吹油门，讲电话讲太久，拿锅铲炒一整桌菜，做到一半突然麻起来，也是他的招牌动作。哪些人最容易中奖？医界的观察是，手腕重复使用的族群，家庭主妇、菜市场的摊贩、自助餐店切菜备料的师傅，整天敲键盘、滑滑鼠的上班族，还有做了几十年裁缝、水电的老师傅。女性又比男性更容易得，特别是更年期前后，还有怀孕后期水肿的时候。我说一个门诊很常见的画面，一位55岁的林大姐在菜市场卖了30年的鸡肉，每天剁鸡剁几百刀。她半夜麻醒快1年，都想说是白天太操劳，甩一甩就继续睡。
拖到后来，大拇指根部的肌肉开始凹陷萎缩，扭毛巾扭不干，扣扣子扣不上，连称重找钱都拿不稳，铜板才来就医。医师跟他说，神经跟橡皮筋一样，压太久会弹性疲乏，萎缩下去的肌肉很难完全长回来。所以腕隧道症候群虽然不会要命，但拖久了，它会慢慢偷走你的手力。有人会问，那需要开刀吗？医师的原则通常是阶梯式的，先保守治疗，晚上戴护目护腕，调整动作，做复健，必要时局部注射。如果神经传导检查显示压迫已经很严重，肌肉开始萎缩，才会考虑手术，把腕隧道上面那条变厚的韧带放松。这是很常见的小手术，很多人拖了10年的麻，处理完没多久就重新体会到一觉到天亮的感觉。这是第一种，记住3个关键字：麻3更半，半夜麻醒，甩一甩会好。接下来第二种，更冤枉，因为它根本是你自己压出来的。对照表第二种，姿势压迫型手麻，说白了就是神经被你自己的体重或姿势压到暂时断电。最经典的场景，中午趴在桌上午睡，手臂当枕头，醒来整只手不是自己的，又麻又软，连笔都拿不起来，过个10几20分钟才慢慢恢复。或是晚上手臂借另一半整了一整晚，隔天换自己的手臂罢工。还有一种，手肘撑在桌上追剧2-3个小时，小指跟无名指开始麻，那就是手肘内侧的尺神经在抗议。国外还有一个很传神的名字，叫周末夜麻痹，说的是有人喝了酒，手臂挂在椅背上睡死一整晚，压到桡神经，隔天整个手腕垂下来，抬不起来，像鸟的翅膀受伤一样。这种手麻听起来吓人，但它有3个很明确的特征。第一，有明确的压迫情境，你想得起来刚刚压到哪里。第二，换姿势，甩一甩，给它一点时间，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内会恢复。第三，恢复之后就没事，不会无缘无故反复发作。这种基本上不用太担心，神经只是暂时缺血断电，不是坏掉。但我要提醒一句，如果压迫的时间太长，譬如喝醉或吃了安眠药，睡太沉，一压就是7-8个小时，神经也可能真的受伤，要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恢复。照理说，接下来应该讲第3种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第3种是今天的重头戏，最危险的那一个，我故意把它留在后面，因为我要先让你把不危险的长相全部认熟，你才有办法一眼认出那个危险的例外。我们先跳过去讲第4种，从脖子来的手麻。对照表第4种，颈椎退化压迫，也就是俗称的骨刺椎间盘突出压到神经根。它跟前面2种最大的差别是，麻的路线不一样。腕隧道是麻手指那一小段，颈椎压迫是一整条线在麻，从脖子、肩胛骨、上手臂、前臂，像一条电线一路电到指尖。而且它跟脖子的动作有关，头往后仰，往麻的那一边转，麻会加重。有些人连咳嗽、打喷嚏都觉得那条电流又窜了一下。哪些人容易有？年纪是最大的因素。脖子用了560年，椎间盘变薄，边缘长骨刺，就像门的铰链用久了会卡，会磨出毛边。再加上现代人的加速器，低头滑手机，你的头大概跟一颗保龄球一样重。研究发现，低头60度滑手机的时候，脖子承受的重量可以到20几公斤，等于整天在脖子上挂一个小学生。天天挂，铰链当然提早报销。颈椎型手麻大部分可以靠复健、牵引、热敷、调整姿势改善，不一定要开刀。但有几个警讯，出现就要积极处理。手越来越没力，肌肉萎缩，抠扣子、夹筷子变笨拙，走路开始不稳，像踩在棉花上，甚至大小便控制出问题。这代表压迫可能已经影响到脊髓本体。医师通常会建议进一步检查，甚至评估手术。记住第4种的关键字，从脖子放射下来，跟脖子姿势有关。再来第5种，它最阴险，因为它根本不是神经被压到，而是神经被泡坏了。对照表第5种，糖尿病周边神经病变，这一种的长相跟前面全部不一样。请你特别记住3个字，对称性。前面讲的腕隧道、姿势压迫、
颈椎压迫，几乎都是单侧某几根手指。糖尿病神经病变是2只手、2只脚一起来，而且通常脚比手先麻。病人常这样形容，像穿了一双看不见的袜子，戴了一双看不见的手套，摸东西隔一层，踩在地上像踩在厚地毯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明显，有人是麻，有人是刺，有人像蚂蚁在皮肤底下爬，有人像一把火在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可以想象神经泡在糖水里好几年之后的样子。长期血糖太高，会让供应神经养分的小血管堵塞，神经末梢从离心脏最远的指尖、脚尖开始慢慢坏死，所以症状是从四肢的末端像涨潮一样慢慢往上蔓延。医界估计，糖尿病患者里面大约每2个就有1个迟早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神经病变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人血糖高了好几年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中午在自助餐夹菜，白饭照天，乳汁照淋，含糖饮料每天1杯，手脚发麻，反而是他这辈子第一个被注意到的糖尿病症状。所以神经科医师遇到双侧对称的手脚麻，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抽血验血糖，验糖化血色素，顺便看维生素 B12 缺不缺，甲状腺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长期喝酒。这种麻你甩100下也不会好，护腕戴10个也没用，因为问题不在手腕，在血糖。它的可怕之处还在后面，脚底感觉变钝之后，踩到图钉被热水烫到都不知道，小伤口变成大溃疡，严重的甚至要截肢。好，到这里对照表已经揭晓了4种。第一种，晚睡到，麻3更半，半夜麻醒。第2种，姿势压迫，甩一甩会好。第4种，颈椎退化，从脖子垫下来。第5种，糖尿病，双侧对称，像手套袜子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？这4种全部都是慢慢来的，都酝酿了几个月，甚至几年。而第3种，最危险的那一种，它的第1个特征就跟慢完全相反。现在揭晓。对照表第3种，中风或者它的预告片，暂时性脑缺血发作。前面4种都是电线出问题，这一种是发电厂爆炸，脑血管突然堵住，掌管手部感觉的那一块大脑瞬间断电，手的麻就不是慢慢来，而是突然来。请把这2个字刻在脑子里，突然。上一秒还好好的，这一秒整只手麻掉。你甚至可以讲出精确的时间点。我早上7点半在早餐店吃到一半，右手突然麻掉，这是第1个特征。第2个特征，单侧，而且是整片。中风的麻不挑手指，不会只麻3更半，它常常是整只手、半边手臂，甚至同一侧的脸、嘴角、脚一起麻。因为大脑是整区停电，不是一条线路跳电。第3个特征也是最关键的，它很少单独出现。中风的麻旁边几乎都站着帮凶，同侧手脚突然无力，拿筷子一直掉，嘴角歪一边，讲话大舌头，话讲不清楚或听不懂别人说什么，单眼突然看不见，天旋地转站不稳，还有从来没体验过的爆炸性头痛。麻加上以上任何一个，不要想，不要等，不要上网查，直接打119。这里教你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辨识口诀，叫 FAST。 F 是 face， 连，请对方笑一个，看嘴角有没有歪一边。 A 是 arm， 手，双手往前平举10秒，看有没有一只手自己垂下来。 S 是 speech， 说话，请他说一句今天天气很好，听有没有大舌头，口齿不清。 T 是 time， 时间，只要前面任何一项不对劲，立刻记下发作时间，马上打119。为什么时间这么重要？因为中风的治疗是在跟时钟赛跑，脑血管堵住之后，医界估计大脑每1分钟都会死掉上百万个神经细胞。目前的静脉血栓溶解剂原则上要在发作后3小时内施打，部分符合条件的病人可以放宽到 4.5 小时，大血管阻塞的病人动脉曲栓有机会再延长，但每晚1分钟救回来的脑就少一块。这就是黄金3小时真正的意思，不是3小时内到都一样，而是越早越好。早30分钟可能就是自己走路出院跟坐轮椅出院的差别。还有一种情况我必须特别警告，叫暂时性脑缺血发作，很多人俗称小中风。它的症状跟中风一模一样，突然单侧手麻、无力、讲话不清、
但几分钟到1个小时内，症状自己完全消失。很多人因此松一口气，想说还好还好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，然后继续去做生意，去接孙子。这是天大的误会。小中风不是没事，它是大脑在跟你演习，是正式中风前的最后一次警报。医界估计，小中风之后的几天到3个月内，发生真正中风的风险非常高，尤其头几天最危险。所以就算症状完全消失，也请你当天就去医院，把脑血管、颈动脉、心脏检查清楚，该吃的药开始吃，把警报当没事，是中风病房里最常听到的懊悔。讲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，一位68岁的陈大哥，退休老师，血压高了10几年，药有一搭没一搭的吃。某个星期天早上，他在早餐店拿豆浆，右手突然一阵麻，杯子差点掉下去。他想说最近搬家具，大概是落枕压到神经，回家躺着休息。中午，太太发现他讲话怪怪的，嘴角有点歪，催他去医院。他还挥挥手说睡一下就好，拖到下午4点多，右手整个抬不起来，才叫救护车。到医院一算时间，早就超过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窗口。陈大哥后来复健了整整2年，右手才勉强能拿汤匙，最爱的书法再也没办法写了。他在复健室讲过一句话，我不是败给中风，我是败给那句睡一下就好。反过来，也有另一位阿姨，因为看过卫教影片，先生吃晚餐时筷子掉了2次，嘴角歪斜，他10分钟内就打119，到院及时打药，住院1个星期，自己走着回家。同样的病，2种结局，差别就是那几个小时。所以请你记住，手麻加上脸歪、大舌头、无力，任何一个就是119。不要自己开车，不要等孩子下班，不要先去诊所排队量血压，救护车会把你送到有能力处理中风的医院。这条路分秒必争。回到我们开场的问题，半夜手麻醒来，到底怎么判断？神经科医师给的分辨方法很实用，你先甩一甩，换个姿势，等个10分钟。如果麻慢慢退掉，手指有力，讲话正常，照镜子脸没有歪，那多半是腕隧道或姿势压迫，可以先睡回去，白天再挂号处理。但如果麻完全不退，甚至越来越麻，或是你下床发现同一侧的脚也怪怪的，拿水杯拿不稳，嘴角不对称，就不要再等天亮了。医界还特别提醒一种状况，叫睡醒型中风，就是在睡觉期间发生的中风。因为说不清楚确切的发作时间，治疗的评估更复杂，更需要赶快送医，让专业来判断。记住一个原则，可以被甩掉的麻通常不可怕，甩不掉还带朋友一起来的麻，1分钟都不要拖。好，5种手麻全部到齐，接下来教你3个在家就能做的自我测试，60秒帮自己初步分类。第一个动作，手腕下压测试，双手手背对，手背互相贴紧，手腕弯成90度，像一个倒过来的拜拜手势，维持60秒。如果大拇指到中指这3根半开始发麻，越来越麻，腕隧道症候群的嫌疑就很高。第二个动作，转头测试，头慢慢往会麻的那一边转过去，再轻轻往后仰，停10秒。如果有一条麻从脖子、肩膀放射到手指，像电流窜下来，那问题8成在颈椎。做这个动作请放慢，觉得头晕就马上停。第3个动作最重要，中风快筛3步骤，对着镜子笑一个，看两边嘴角对不对称，双手往前平举，闭眼撑10秒，看有没有一只手往下掉，大声念一句白日依山尽，听自己有没有大舌头。3关有任何一关过不了，加上突然发作的单侧麻木，不用再测第2次，直接打119。至于双侧对称，像戴手套穿袜子的那种麻，在家测不出来，要靠抽血。这就进到下一个问题，到底该挂哪一科？很多人手麻想就医，却卡在第1关，挂号画面打开，不知道按哪一科，给你一个简单的分流表。突然发作的单侧麻，合并脸歪、无力、大舌头，不挂号，打119送急诊。这题只有这一个标准答案。麻3根半，半夜麻醒，甩一甩会好。挂复健科或神经内科，医师会安排神经传导检查，
确认正中神经被压到什么程度，从脖子放射下来，跟转头仰头有关，复健科、骨科、神经外科都可以。通常会先照颈椎 X 光，必要时安排核磁共振，双侧对称，手脚一起麻。先挂新陈代谢科或家医科抽血看血糖，已经确定有糖尿病的，就跟神经内科一起追踪。完全搞不清楚类型的，就挂神经内科当总管，它就是专门处理麻的科别。理学检查加上神经传导，大多数都能找出那条出事的电线。顺便回答门诊最常被问的3个问题。第一，手麻需不需要马上做核磁共振？大部分不用，先做准确又相对便宜的神经传导检查就好。医师觉得有需要才会往上加。第二，吃 B 群有没有用？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B12 造成的麻补充，确实有帮助，但腕隧道、颈椎压迫、中风 B 群救不了，别把它当万灵丹，更不要因为在吃 B 群就不去检查。第三，麻很久了才去看，还来得及吗？神经修复很慢，但大多数压迫性的问题处理了都会改善。最怕的不是拖，是你决定永远不理它。最后讲日常保养跟睡姿，这一段是你今天晚上就用得到的。第一，睡姿不要趴睡，不要把手臂当枕头，也尽量不要双手举过头，投降式睡觉。那种姿势会拉扯神经，弯折手腕，半夜麻醒的几率大增。习惯侧睡的朋友，不要整晚压着同一只手臂，抱一颗抱枕，让上面那只手有地方放。第二，手腕保持中立，常常半夜麻醒的人，可以到医疗器材型买夜间用的护腕护木，把手腕固定在不弯不翘的位置。很多人光是这一招，半夜就不麻了。白天用滑鼠键盘，手腕下面垫条小毛巾，不要悬空翘着。骑机车握把不要死握，红灯时放开来动一动手指。第三，3C 定时休息，滑手机30分钟就抬头做一个收下巴运动，头往后平移，像故意挤出双下巴，停5秒，做10次，把整天往前掉的头拉回肩膀正上方。枕头选能撑住脖子弯度的高度，太高的枕头等于让你整晚低头。第四，顾血管就是顾神经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，该亮就亮，该吃药就吃药，不要觉得没症状就自己停药。戒烟，因为抽烟会让血管加速硬化，每个星期至少累积150分钟的快走。游泳或骑脚踏车，糖尿病的朋友再加一条，每天洗完澡检查脚底，泡脚前先用手肘试水温，指甲平剪不要剪太深。中风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只是突然被你发现，前面那几十年的血管保养才是真正的黄金时间。另外送你2个顺手就能做的小运动。第一个，手指张握操，手掌用力张开，撑1秒，再轻轻握拳，大拇指包在外面，这样算一下，一组做10次，早晚各3组，促进手部的血液循环，特别适合腕隧道初期，手常常僵僵麻麻的人。第二个，耸肩放松操，双肩用力往上耸，靠近耳朵，停3秒，再整个放松掉下来，做10次，把整天紧绷的肩颈肌肉松开，减少颈部神经被拉扯的机会。这些动作做起来不痛不喘，但贵在天天做，就像存钱一样，你存的是神经的本钱。今天的重点，带3个回家。第一，突然发作的单侧手麻，加上脸歪、大舌头、手脚无力，任何一项立刻打119，黄金3小时，越早越好。第二，麻3更半，半夜麻醒，甩一甩会好，多半是腕隧道，从脖子垫下来的多半是颈椎，这2种不会要命，但拖久了会偷走你的手力。第三，两手两脚对称地麻，像戴手套穿袜子先去验血糖，